你听过一句话吗？省小钱，花大钱，意思是为了省下一点小钱，最后却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勤俭节约本是美德，特别在万物涨价的年代，人人都有一套精打细算的省钱妙招。可是有些看似聪明的省钱方式，却可能一点一滴的把癌症省出来。换句话说，你自以为荷包赚到了便宜，其实健康正在替你埋单。这绝非危言耸听。一位在肿瘤科奋斗了30年的权威医师廖继鼎就亲眼见过无数例子。例如，有一家3口接连罹患肠胃道癌症，调查发现竟与过度节省、长期吃变质剩菜等习惯有关，令人震惊。也有人每天处处扣打节省，结果最终却得把几十倍的钱花在医院治病上。这位专家最近在他的健康频道上点名了6大致命坏习惯，提醒大家别光顾着省荷包、省时间，却把健康给省没了，最后让癌症有机可乘，追悔莫及。这些习惯可能就藏在你我日常生活中，现在就一起来看看你中了几项。1. 过期剩菜舍不得丢，是省钱还是养癌？冰箱不是时光机，更不是消毒柜。许多人习惯把吃不完的饭菜放进冰箱，隔天、后天继续热来吃，甚至一放就是好几天，怎么舍得丢掉还能吃的食物呢？然而，你省下的那点菜钱，可能正在默默换来健康上的巨大代价。有位医师就分享过一个惊人的案例，说的是一家3口接连罹患肠胃道癌症，追查生活习惯，发现罪魁祸首很可能就是家中长年累月剩菜不倒翁的饮食习惯。为什么冰箱剩菜会这么可怕？尽管冰箱能延长食物保存，但它无法杀菌，也无法阻止部分细菌的缓慢繁殖。别以为低温环境就万无一失，有些细菌超级顽强，在冰箱里也能偷偷生长。一旦食物反复在室温和冷藏间进出，细菌更有机会迅速滋生。很多人误以为把剩菜热开了就杀菌了，但事实上，许多细菌早产生了耐热的毒素。你就算再次煮滚，细菌可能死了，可它们留下的毒素依然存在。因此，剩菜在冰箱放久了再三回锅加热，不但营养流失殆尽，还可能变成细菌与毒素的培养皿。尤其需要当心的是隔夜的绿叶菜，这类蔬菜富含硝酸盐，长时间存放和重复加热后，硝酸盐可能转化为亚硝酸盐。亚硝酸盐本身并非强烈致癌物，但一旦进入胃中，与胺类物质结合，就可能形成可怕的亚硝胺。亚硝胺是广为人知的致癌物质，能破坏细胞 DNA， 诱发基因突变，长期摄入将严重伤害肠胃黏膜，削弱免疫防御，使癌细胞有机可乘。难怪医生们一再提醒，隔夜菜少吃为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再想想冰箱里那些放了好几天的剩饭剩菜，看不见的细菌其实早在其中繁殖变质，你每次把它们重新加热吃下肚，等于把细菌产生的毒素一并吃下，这对肠胃的伤害无形中日积月累，病变风险随之增加。病从口入绝非虚言，为了省下倒掉一盒剩菜的几块钱，最后很可能花在医院治胃癌。肠癌的账单上真是得不偿失，因小失大。珍惜食物没有错，但请量力而为，掌握好每餐的分量，尽量做到当餐的饭菜当餐吃完，实在吃不完的也应尽快在隔天吃掉，并且充分加热，存放时间越短越好。如果食物已经出现异味或存放超过2-3天，千万别舍不得，咬咬牙丢掉吧。无毒教母谭敦慈护理师就多次强调，最好的办法就是煮多少吃多少，当餐吃完最安心。如果为了一点点残菜剩饭的成本而冒着健康风险，实在不值得和昂贵的医疗费相比，那点钱根本微不足道。另外，不只是菜肴，隔夜汤、隔夜茶等久放的食物或饮品也应尽量避免，以免滋生细菌或产生有害物质哦。另外，盛装食物的容器也别忽视，老旧变形的塑胶餐盒或塑胶袋千万不要拿来微波加热，贪图方便省事，却可能让你吃下塑化剂、双酚 A 等潜在致癌物。存放和加热食物时，尽量使用耐热玻璃或陶瓷容器，吃得安心，也用得放心。2. 捡特价发霉食物也吃，小心用便宜买到剧毒。买特价食材是许多人省钱的法宝，黄昏市场的即期水果，超市打折的面包糕点，
捡便宜的快感令人难以抗拒。然而，当你提着一袋袋廉价但不新鲜的食品满载而归时，可能也把看不见的毒素带回了家。发霉的食物尤其危险。也许你会想，坏掉的部分挖掉不就好了吗？但这可是大错特错。食物一旦发霉，表面上或许只是一小块霉斑，实际上霉菌的菌丝可能早已悄悄布满整个食物。那些看似完好的部分，其实隐藏着肉眼看不到的霉菌毒素。其中臭名昭著的就是黄曲毒素。这种由霉菌如黄曲菌产生的毒物，是世界公认的一级致癌物，专挑人体的肝脏下手，故又被称为肝脏刺客。科学研究指出，长期摄入黄曲毒素，即使剂量不高，也可能干扰肝细胞的 DNA 修复，造成基因突变，最终诱发肝癌。黄曲毒素对肝细胞具有极强毒性，会引起肝组织病变，甚至肝硬化，长期更可能发展为肝癌。所以，当你为省钱而吃下发霉的花生、玉米、坚果，或是不新鲜甚至发黑的水果时，很可能等于在把黄曲毒素往肚子里送。有些人买水果蔬菜爱挑快要坏掉的特价品，心想把烂的地方切掉就能吃，但事实上，只要某处长了霉菌，其他看起来好的部分也早被看不见的毒素渗透，切掉表面，坏掉区域也无济于事，反而给自己埋下健康隐患。更狡猾的是，这些霉菌毒素不仅存在于植物性食物中，如果饲料发霉含有黄曲毒素，牲畜吃下后，毒素会残留在它们的肉类和乳制品中，透过食物链进入人体。由此可见，霉菌毒素的危害范围之广，尤其在台湾闷热潮湿的气候里，食物更容易发霉，产生黄曲毒素。日常保存食材更要提高警觉。难怪有营养专家感叹，黄曲毒素是我最怕的毒，因为它无色无味，不易察觉，却对人体健康造成深远威胁。对于发霉变质的食物，该丢就丢，别为了几十块钱而心疼该扔的东西。平时购买食材时也应量入为出，买自己能在新鲜保质期内吃完的分量，避免囤积过多导致变质。另外，像花生、玉米这类干货谷物也要注意保存干燥，因为一旦发霉，同样潜藏黄曲毒素危机。惜食固然是美德，但不新鲜甚至发霉的食物，宁可浪费也不要食用，千万别带毒下肚。毕竟一旦患上肝癌再来后悔，早知道当初就不要嘴馋，省那点钱就太迟了。3. 煎炸油反复用，省了油却伤了健康。你是否也有炸过的油舍不得倒的习惯？煎炸了一锅鸡排薯条后，看到锅里还剩那么多油，很多人会留着下次接着用，觉得这样很节省。别忙着得意，算笔账你就懂，一大桶新鲜食用油顶多几百块钱可以用很久，但是一旦因此损害健康，后续医疗费可能远不止这几百块。重复使用煎炸油其实就是典型的省小钱赔大钱行为。食用油每经过一次高温加热，就会发生氧化和劣化。首先，油里的营养成分如维生素 E 等天然抗氧化剂会被破坏殆尽。更糟的是，反复加热会产生反式脂肪、氧化聚合物和自由基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这些东西进入身体后，会增加坏胆固醇，触发动脉硬化等心血管疾病不说，其中一些自由基和氧化产物还具有促进细胞癌变的作用。长期下来，它们让身体处于慢性发炎状态，同时自由基攻击细胞，破坏 DNA 这样的内环境正是癌症滋生的温床。难怪有人戏称那锅回锅油是毒油反复炸，等于慢性自我投毒。除了油本身变质，有害物质还来自食材，比如淀粉类食物在高温油炸过程中会产生丙烯酰胺，这也是被研究证实可能导致癌症的化合物之一。可以说，一锅反复使用的油夹杂着前几轮食物残渣的焦化产物和新一轮产生的毒物，其危险程度远超你想象。廖医师就分享过一个案例，说的是一位50多岁的王先生特别节省，炸油从不浪费，一锅油反复用好几回才肯换新，结果他后来被确诊肝癌。虽然癌症成因很复杂，不能100%说就是回锅油害的，但长期摄入劣化油所带来的致癌风险不可小觑。肝脏是人体的解毒工厂，
如果总是接收到劣质油脂和各种氧化产物，长久下来可能诱发细胞病变。你以为省下几瓶油钱，却可能因此埋下健康炸弹。值得警惕的是，外食族的你可能也经常碰上回锅油。许多路边摊、小吃店为了节省成本，常一锅油用上整天甚至多天。如果你经常吃这些摊贩油炸物，可要多留个心眼，观察一下油锅。如果锅里的油颜色又黑又浊，表面漂着许多泡沫，油质发黏发稠，甚至炸出的食物颜色特别深，那十之八九用的是反复多次使用的老油。这样的食物不管多便宜，都千万别买来吃，否则你就是把省下的零钱加倍送进医院的大门。尽量减少油炸食物的摄取频率，不管在家还是外食都如此。如果需要油炸烹调，美锅油最好只用一次，就勤快的换新油。有人觉得一锅油用一次就丢很浪费，其实与其频繁吃油炸，不如改用清蒸、水煮、炖煮或烤箱烘烤等方式取代，既健康又省油。真要炸东西，油量适当放，不要一次倒太多浪费。至于在外用餐，尽量选择看起来油质清亮、店家有定期换油的摊子或餐厅。一点点警觉和克制，远比生病后倾家荡产地治疗要容易得多。另外提醒，锅具本身也别省错钱。如果你的不粘锅涂层刮得坑坑巴巴，或铁锅生锈严重，也请舍得汰换。因为受损的不粘涂层在高温下可能释放有毒物质，甚至致癌化学，让你吃下微塑料颗粒。而生锈锅具也可能溶出过量金属。长期使用这些超期服役的锅具，对健康同样有害无益。千万不要为了省几个锅子的钱，反而把身体赔上了。4. 泡面热狗当正餐，方便便宜的代价竟是健康。许多人忙碌或者手头紧时，常以泡面、罐头、热狗等加工食品充当正餐。一碗泡面可能只要几十块，一根便利商店的热狗更是平价又能果腹。短期看起来确实省钱又省事，但如果长年累月将这些高油高盐的加工食品当作家常便饭，你现在省下的餐费，将来可能要用100倍、1000倍的医疗费来偿还。为什么方便食品吃多了会惹癌上身？原因其实很多元。首先，超加工食品往往含有过量的糖和盐，高糖饮食导致肥胖，而肥胖已被证实会提高多种癌症的风险。高盐饮食则损伤胃黏膜，增加胃癌风险。再者，加工肉品，例如香肠、培根、火腿等，通常添加亚硝酸盐来防腐保色。这些添加物在胃中可能转化为亚硝胺，提高消化道癌变的几率。世界卫生组织早已将加工肉类列为明确的致癌物。报告指出，每天摄入50克以上的加工肉制品，大约一根香肠的量，结直肠癌风险会明显上升。所以，长期每天吃香肠、火腿，等于慢性自杀。除此之外，长期以泡面零食果腹，意味着纤维、维生素摄取严重不足，蔬果吃太少，膳食纤维不足，肠道蠕动变慢，废物毒素在体内累积时间变长，也有利于癌细胞滋生和侵袭。反观新鲜蔬菜水果，富含抗氧化物，如维生素 C、胡萝卜素、多酚等，能帮助对抗体内有害的自由基，甚至抑制前面提到的亚硝胺等致癌物形成。同时，蔬果中的纤维就像肠道的清道夫，扫除肠道垃圾，减少有害物质对肠壁的侵蚀。可惜，便利食品中这些有益成分都很少，多的是你根本不需要的热量、脂肪和化学添加物。食物越靠近天然原型，对健康越有利。反之，过度加工的食品吃太多，早晚要付出代价。或许年轻时你仗着身强体健不觉有益，但等到中年以后，过去那些饮食恶习埋下的雷，恐怕就要一颗颗引爆了。省那几十块钱吃快餐的钱，最后可能换来的是几十万的医疗账单，这笔账真的划算吗？现实中也有许多类似案例，医师们不乏遇到30-40岁就罹患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患者，甚至有人不到40岁就长出大肠息肉。问诊才知道，年轻时长期拿泡面、炸鸡填饱肚子，几乎不碰蔬菜水果，等出了问题才追悔莫及。
但健康早已被透支，别等身体亮红灯才醒悟，那时候你省下的钱早变成药罐里病床上的痛苦代价了。正如俗话所言，钱要花在刀口上，与其把钱省在每天吃泡面素食上，不如投资在健康的食材上，选购当季的新鲜蔬果，适量的优质蛋白，如鱼肉、豆制品，自己下厨烹调。其实精打细算的人都知道，自己买菜做饭并不一定比较贵，一盘青菜拌点蒜蓉，一碗五谷杂粮饭配上一份豆腐鱼片汤，就是营养丰富的一餐，而且成本可能还低于外食或素食店。更重要的是，长期下来，营养均衡让免疫力自然提升，身体不易生病，身体少生病了，医疗账单自然降低，这才是最聪明的省钱之道。5. 炒完菜就关油烟机，你的肺正在默默吸毒气。随着电价上涨，大家都开始处处节能，但有个习惯千万要改掉，炒完菜后立刻关掉抽油烟机。不少家庭主妇或者主夫煮饭时，菜一下锅，油烟一起，才赶紧打开抽油烟机，菜一盛起来又立刻关掉开关，生怕多转几分钟浪费电。表面看是省电了，但其实你的肺正默默替你付费，他们在替你吸走那些尚未完全排出的油烟。厨房油烟可以说是日常生活中最容易被忽视的隐形杀手之一。煎炒炸食物时产生的油烟含有上百种有害物质，其中不少是致癌物或致癌促进剂。例如油烟中含有的苯并芘等多环芳香烃是强致癌物，还有各种醛类、酮类化合物，长期吸入会对呼吸道乃至肺部细胞造成慢性损伤。研究显示，长期接触厨房油烟的女性，罹患肺癌的风险是很少下厨女性的2到3倍，甚至有报告指出，女性非吸烟者如果长期接触油烟，肺癌发生率可提高近4倍。有专家形容，每天在油烟中暴露2小时，其危害等同于每天吸了好几包二手烟。这听起来相当惊人，但一点也不夸张。许多家庭主妇不抽烟不喝酒，却在50-60岁查出肺癌。其中一大因素就是多年来每天在闷不透风的厨房里吸油烟。那么炒完菜立即关油烟机有什么问题呢？当你过早关机时，炒菜产生的大量微粒和烟雾其实还悬浮在厨房空气中。抽油烟机一停，这些尚未排干净的油烟就弥漫在室内。你可能一边端菜上桌，一边深呼吸，结果把它们全吸进肺里。你的肺就像人体空气清净机一样，帮你省电，却在日积月累中吸附毒物，诱发肺部病变。如果长年累月，每次炒菜后都马上关机，你的肺恐怕早已吃足了苦头，只是你还没发现而已。正确的做法是，烹饪一开始就开启抽油烟机，在开火前先把排风打开，烹调全程保持运转，关机也不要太急。关火起锅后，让抽油烟机再运作3到5分钟，确保厨房的油烟被彻底排出，空气更新后再关闭。研究指出，下厨时若全程使用性能良好的抽油烟机，长期可将肺癌风险降低超过60%，可见这点投资非常值得。这几分钟的电费和肺的健康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另外，如果厨房旁有窗户、阳台，烹饪时关闭门窗，避免外风吹散油烟，影响油烟机的抽风效率。也可以考虑戴上口罩再下厨，给自己多一道防护。平日也尽量采用小火慢炒少油烟的烹调方式，如蒸、煮、炖，减少油烟产生。总之，不要省错地方，与其将来花大钱治疗肺癌，不如现在花小钱让肺少吸点脏东西。6. 嫌见捡贵不去，小心让癌症藏在暗处。有的人对健康检查敬而远之，总觉得没感觉不舒服就不用检查，可以省下一笔钱。毕竟全身健康检查一趟下来可能好几千块，不做不就是省了吗？但实际上，拒绝健检就等于给潜在的疾病开了一扇后门，让他们有机会在体内静悄悄地发展壮大，直到无可挽回。癌症往往在早期症状不明显，可一旦出现明显不适，多半已到中晚期，治疗难度和花费都呈指数级上升。许多数据与临床案例证实，定期健检，及早发现异常，常常是取得治疗先机、提高治愈率的关键。例如，
大肠癌如果能在肠道还只是小小息肉时，就透过大肠镜发现并切除，几乎等于治愈，费用和风险都很低。但若拖到出现排便带血、腹痛才去检查，可能已是进展期肿瘤，不仅治疗花费暴涨，生存率也大打折扣。再比如，慢性肝炎患者若能定期追踪肝脏超音波和肿瘤指标，一旦有肝癌苗头能早期处理，预后远比发现时已是大片肿瘤要好得多。此外，女性朋友按时做乳房 X 光摄影和子宫颈抹片，也能提早发现癌前病变，及时处理，阻断癌变进程。与其抱着侥幸心理，眼不见为净，省下健检费，将来可能要为重大疾病付出更沉痛的代价。更何况现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公费或保险给付的免费筛检政策。以台湾为例，政府提供国民健康5大癌症筛检，计划达到一定年龄或高风险族群的民众，可定期免费接受乳房 X 光摄影、子宫颈抹片、粪便潜血、低剂量胸部断层扫描，以及口腔黏膜检查等。也就是说，早期发现癌症的机会其实触手可及，且不需自费。你却因贪省而不加利用，实在说不过去。医界也常见因不做健检而酿成悲剧的案例。有位50多岁的李先生，平时身体不错，从不主动体检，结果某天身体不适就医，竟发现肝脏肿瘤已经长满肝癌末期。像这样错失黄金治疗时机的病人不在少数，他们事后无不懊悔当初为何没有及早检查。试想，一次基本健检可能花费几千元，但治疗一个末期癌症往往要烧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而且花钱还未必买得到健康。健检费用与癌症治疗费相比，实在是九牛一毛。改变观念，把健检当作对健康的投资，而非浪费。善用各种免费或优惠的筛检资源，定期给身体做个全面检查。想想看，我们保养汽车、升级手机都舍得投资，对自己的身体更该如此。别怕，检出问题，你应该想，如果真有异常，早发现总比晚发现好。如果没有异常，买个安心也值得。与其日后懊悔，要是早点发现就好了，不如现在就行动。千万记住，早期发现就是提高治愈率的第一步，而这一步往往是你省再多钱也买不回来的。看完以上6点，你是否发现，真正昂贵的从来不是健检费，不是食材费，而是生病本身。那些我们自以为赚到了的小便宜，其实往往是健康在替你偷偷埋单。老一辈常说勤俭持家是美德，但时代在变，有些过度节省的观念真的该改了。许多癌症、慢性病就是在我们一次次省钱中慢慢养成的。想想看，为了省几度电，你让肺吸了几十年的油烟；为了省几块钱水果，你让肝吞下黄曲毒素；为了省几滴食用油，你让身体长期浸泡在劣质油脂和自由基里；为了省健检钱，你让癌症在体内潜伏扩散。这些代价哪一样不比当初省下的钱沉重100倍？别再欺骗自己，这样比较省下那些该花的钱，最后往往付出的就是你的健康，甚至你的生命。相反，最聪明的省钱之道，就是对该花的地方绝不手软，舍得丢掉不新鲜的食物，舍得花钱买健康的餐点，舍得用一点电力让肺少吸点脏空气，舍得拨时间金钱去做定期健检。这些看似浪费的开销，其实都是在为你储蓄未来的健康本钱。请牢记，你以为在省钱，其实可能在买癌症。不要让短视的节俭变成人生长远的亏损。尤其在现代生活中，食物的加工和化学添加越来越多，我们更应该投资健康，谨慎对待饮食和生活习惯。哪里能省，哪里不能省，要有清醒的认知。常言道，钱财再生可得，生命失不再来。千万不要在该为健康投资时吝啬，否则真出了事，赔上的将不只是金钱而已。记住，健康才是你最宝贵的财富。现在了解了这些情况，你还会一味的为了省小钱而拿自己的健康冒险吗？希望我们都能聪明省钱，远离癌症威胁，拥有健康美好的未来。